假如人生不曾相遇，我不会相信有一种人一相遇就觉得温暖。在允秀准备关门的最后一刻，盛由拉开了门，他笑着对允秀说，自己解出了那道题。欢迎收看热剧 TV， 今天我们接着说忧郁症第3集。答案的事先放一边，允秀拉着他先参加了考试。考试结束，盛由来到教室，把之前那道题的答案写了下来。允秀看见黑板上的答案，会心一笑，夸赞了盛由，并且告诉他，不管谁去参加奥林匹亚大赛，他都很开心再次看到盛由。考试成绩出来了，艺林和盛由并列第1。教导主任找来了允秀和韩老师。韩老师是艺林之前的数学老师，他希望艺林可以作为代表，允秀则希望加大题目难度重考一次。韩老师哑然，这可不行，毕竟艺林是靠背答案才拿的第1。允秀只问教导主任，建议不要让盛由转校，盛由天赋极高，留在学校只会对亚盛高中有利。教导主任开始琢磨起来，把艺林父亲和盛由父亲叫到一起，告诉他们这2孩子都考了满分，但艺林父亲作为议员，额外争取到了不参加学校的名额。盛由父亲建议2人一起代表亚盛高中参赛，艺林父亲不满，最特殊的人只能有1个。教导主任支开盛由父亲，给了他一个人工智能科学院实习生名额，那里的教授会帮艺林写演讲稿。教导主任的最终目标是提升学校地位，将学校打造成精英摇篮，而不是扶贫差学生的慈善机构。学校公布了艺林和盛由并列第1的事，张奎荣心中不满，他之前一直是学校里的数学第1，现在却被艺林超过就算了，甚至常年吊车尾的盛由居然也比他考得好。允秀开心地为他们祝福，并且告诉他们数学演讲竞赛的事，给他们找了参考书，让他们先想题目。盛由在书里找到一个小纸条，艺林回到家里心情不好，爸爸掏出人工智能科学院实习生名额去安慰他。微积分社团名额也新鲜出炉了，一些考得好的同学排名很低，反而成绩低的排名却很高。张奎荣不满彻底爆发，带着同学去找允秀老师闹事。允秀告诉他们，入社资格不受按照排名影响，成绩只是按照过程的创意性和逻辑性另外加分，所有人都可以加入微积分社。同样为了提起大家学数学的兴趣，他用数学为大家解决生活中的问题。而这一切被教导主任知道了，他告诉允秀，人人都可以加入的微积分社不符合学校宗旨，学校要的是精英教育，而不是平等教育。教导主任送了他盆花，既然他想平等教育，那在不减掉多余枝叶的情况下，他如何将这盆花培育好？张奎荣嘲讽盛由之前倒数第1的事迹，艺林作为追赶了盛由10几年的人，警告他小心点，毕竟盛由可不是努力派可以比得过的。艺林决定好演讲的主题是人工智能，而盛由还没想好。允秀又额外给了他本一个数学家的辩白。盛由看书的时候想起来之前的小纸条，他对上面的题很感兴趣。允秀邀请他去见一见出这道题的人，他们来到了疗养院，原来出这道题的人是允秀的父亲。盛由掏出小纸条请教他，允秀父亲和盛由他们一样，眼里全是数学公式组成的世界。允秀父亲回到病房，突然病发，疯疯癫癫咬了允秀一口，盛由给他好好包扎好。允秀父亲10年前就开始这样了，他时而清晰时而疯癫，他答应盛由以后再带他过来。盛由借此想到了演讲主题，艺术创作中的数学，虽然题目很难，但是允秀愿意帮他，带他去看展览启发思维，又去了图书馆，找到了一幅名叫《忧郁症》的画。这幅画和剧名一样，指的是一个人到达最低谷就会想要重新开始，有点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思。转了1天了，2人顺便吃了个饭回家。这一幕被张奎荣看见了，他想到了对付盛由的办法，他伪造了张盛由和允秀约会的图。张奎荣想用这件事毁掉盛由，从而让他失去参赛资格。虽然大家都知道是伪造的，但是舆论还是闹得沸沸扬扬。盛由知道后火冒三丈，打了顿张奎荣，并让他删掉图片。班主任比他更生气，问他们为什么打架。2人都不想给老师看那张恶意照片，只能选择沉默。之后被教务处带走了。允秀正担心之际，允秀男友打来电话，
提醒他今天是婚纱的日子。教导主任也看到了这张照片，找来依林教育。张奎荣发现威胁就马上出手，而你手太软了。依林马上听出了教导主任话里有话，于是说允秀和盛游借准备竞赛为借口，走得很近，并希望他会因为这次处罚不能参赛。教导主任表示自己会给依林撑腰，但是依林绝对不可以辜负他的期望。允秀赶到婚纱店试婚纱，但是心里想的还是工作的事。直到班主任发来伪造的照片，允秀觉得事态严重，不得不回学校。允秀男友和母亲很生气，难道有什么比结婚还重要的事吗？说完载着母亲离开了。允秀到了学校，张奎荣妈妈因为张奎荣被打生气至极，她丈夫是新闻部部长，不想事情闹大，就让盛友给他儿子道歉。允秀拿出张奎荣伪造的照片给他看，张奎荣作为新闻部部长的儿子，居然伪造和散布其他人的丑照，这是真要追究起来，不仅儿子要负刑事责任，连老爸工作也保不住。张奎荣妈妈马上蔫了，向允秀道歉。允秀要求张奎荣向盛游道歉，否则他将依照规定处分张奎荣。盛游和张奎荣面对面，只要写完证明自己不喜欢允秀就可以离开了，但盛游不肯动笔。张奎荣捧着自己写好的检讨，看他迟迟不写，问他该不会真的心里有鬼吧。允秀找到盛游，教训他打人不对，但是很高兴他为此感到生气，因为盛游现在可以真实表达自己的感受，他希望盛游以后都能敞开心扉。盛游问允秀，真得可以吗？自己真的可以表达真实感受吗？允秀仿佛感受到了什么，移开了视线，两人静坐不语，暧昧的气氛缓缓上升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盛游对允秀的感情升温，他对允秀的感情又将会受到什么样的阻挠呢？而他又该怎么应对这一切呢？关注我，带你下期揭晓。